歡迎返到嚟日常研究部。隨着貓成為家庭寵物嘅熱門選擇，相關嘅資訊都越嚟越多人關注。不過都有唔少嘅主人喺實際養貓嘅過程入面，因為缺乏正確嘅知識，或者只係忽略咗某啲細節，導致貓出現健康問題，甚至等到發現嘅時候，可能已經有啲遲啦。繼早前集數養貓大忌，我哋集中講咗唔少家居小事嘅高風險位。今集我哋想轉個方向，同大家傾下一啲你日常可能有用心想做好個，但心有餘而力不足，甚至從來都冇留意到嘅問題。記住要睇到最後啊！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探討生活同寵物嘅有趣話題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至可以持續向前。不了解貓的現狀，就算你屋企有幾咁舒服，餵嘅貓糧有幾咁高級都好，如果你平時因為太忙，冇好好留意你隻貓嘅日常狀態，就好容易錯過咗佢哋嘅變化。例如佢哋瞓得夠唔夠啊？醒咗係咪冇咩精神？行路有冇怪怪地啊？食嘢速度係咪明顯慢咗呢？等你發現時，可能已經拖得太耐啦。到時帶佢去睇醫生，獸醫一問你細節，你可能都唔太肯定。要知道，有啲貓就算老咗，外表都仲可以望落好後生，而且身體唔舒服亦唔會自己講，所以平時一定要多加觀察，了解你隻貓嘅年紀，食咩先係最啱佢，唔同階段要點樣調整生活，再睇埋下面嘅身體指標，話唔定你隻貓想唔認老都唔得啦。後生嘅貓坐低通常前腳會貼埋啲，好似好優雅咁。但如果你開始見到佢坐成 M 字腳，即係兩隻腳有少少分開咁，就可能代表佢嘅腳力變差咗。呢個通常係因為關節同埋肌肉嘅支撐力下降，焗住要咁樣坐先至坐得穩陣啦。正常嚟講，後生嘅貓個鼻頭通常係粉嫩又乾淨。但係隨住年紀大，色素就會開始沉澱啦，個鼻頭就會慢慢變深、變灰黑，甚至出埋黑斑。當然有啲品種天生個鼻就有雀斑嘅，又或者顏色本身會比較深。如果你發現你隻貓對眼由原本好清澈，開始變到有少少霧氣，但藍灰色咁，出現好似磨砂玻璃咁嘅效果，呢個情況學名叫做核硬化。多數會喺較成熟嘅貓或者10歲以上嘅貓身上見到，雖然一般唔會即時影響視力，但視力確實會開始慢慢退化。當你見到你隻貓嘅下巴、唇邊、眼角嘅位置開始長出細細粒嘅黑色或者啡色小斑點，好多時都係皮膚色素沉澱增加形成嘅黑色素斑。後生嘅貓比較少見，但只要斑點形狀嘅規則唔會突然急速變大，一般都係正常嘅外觀變化嚟㗎。有啲貓嘅耳尖會因為軟骨彈性下降而變得薄咗，甚至透到光，見到血管，望落去好似有啲透明感咁。只要皮膚冇出現傷口、紅腫或者甩毛，通常唔需要點擔心嘅。後生嘅貓無論企定係行，大多數都會用腳尖先掂地嚟做支撐。但如果你發現佢開始行路時係成個腳掌貼實個地面，望落步伐變平咗，通常係因為跟腱或者腳部嘅柔軟度同支撐力下降造成。如果同時見到佢行路唔係太穩，好似跛跛下咁，就要帶佢去睇獸醫檢查下啦。不妨摸下你隻貓嘅背脊，去到佢條尾嘅連接位置附近。如果你開始覺得凹凹地，好似有條小溝咁，呢個情況多數係因為附近嘅肌肉開始流失。呢個轉變齋用眼睇未必察覺到，但係用手摸就會特別明顯啦。沒注意到貓的壓力。好多主人以為貓最受唔住嘅壓力一定係嚟自環境嘅變動、噪音、陌生人或者搬屋之類，但係其實對大部分貓嚟講，壓力最大、影響最深個位，往往就係同佢哋有最深感情嘅對象。
無論係同屋住嘅貓狗朋友，定係主人本身，呢啲壓力唔係一下子突然爆發，而係透過你長時間嘅忽視或者無力感慢慢累積出嚟，嚴重影響你隻貓嘅身心健康。例如你成日好夜先返，突然有幾日唔喺度，又或者轉個頭又日日喺屋企，餵食時間成日唔固定，一時早一時遲咁，呢啲對貓嚟講都係完全冇得預測嘅狀態，佢哋自然就會覺得好亂，冇咩安全感，好似控制唔到自己嘅生活咁。當你消失嗰幾日，佢哋想走又走唔到，只係困喺屋企等你咯。試諗下，如果唔係因為你，佢哋根本唔需要放棄自由。呢種無奈同孤獨感，唔好話貓，連人都未必忍受到啊！呢類壓力你可能從來都冇諗過，但其實好常見。當貓平時習慣咗有自己嘅 me time 節奏，一日大半時間都係用嚟瞓覺、休息同巡邏屋企。但如果你突然開始長期 work from home、放長假，或者成日黐住喺屋企，佢哋反而會覺得冇乜地方走啊，做咩都好似俾你望住晒。而且有啲主人仲會因為自己喺屋企多咗，就一日到黑捉住隻貓嚟玩，完全忽略隻貓根本需要大量安靜嘅休息時間，簡直係剝削佢哋嘅基本生活權利啊！冇錯，貓係可以好善解人意啊，甚至會識得體諒主人嘅情緒，但都唔代表佢哋可以無限咁承受。如果主人全年都成日心情唔好，唔係發脾氣就係大喊，又或者連平日講嘢嘅語氣都變差晒，仲要同屋企人又成日嘈交，搞到佢哋想搵個地方靜下都唔得。其實貓本身就係嗰種好高敏感嘅動物，對周圍細微嘅變化，特別係主人嘅情緒、語氣同動作，總係第一時間接收到。呢種情緒壓力會令佢哋長期處於繃緊狀態，到時就唔好怪點解你隻貓會變到咁驚青嘅，又成日突然避開人。當屋企有新成員加入，無論係新寵物、BB、新伴侶，甚至新室友，都會徹底改變你隻貓熟悉嘅環境同生活節奏。呢啲變化唔單止牽涉到主人嘅注意力被分薄，原本屬於佢嘅空間更可能被強制共享。屋企仲會突然多咗好多新嘅氣味、新家私、新雜物，連平時佢同主人嘅互動時間都變晒啦。特別係有時主人可能會過度保護新成員，當貓覺得自己嘅地位下降、地盤被侵佔時，佢哋可能會偷偷拎走主人嘅鞋、襪、鎖匙、紙張，甚至文件，想將但凡有主人嘅氣味、熟悉嘅物件搶返嚟，重新鞏固自己嘅地盤同安全感啊！喺多貓家庭入面，貓之間本身就有階級同秩序。當有新貓加入，原住貓通常會即刻表現到好緊張。如果主人處理得唔好，可能好快就會打起上嚟。就算相處咗一排，食物、沙盤、瞓覺位，甚至主人嘅關注，都會變成競爭資源。好多主人以為多養一隻貓可以陪住舊嗰隻，等佢開心啲。但其實好多貓會因為爭地盤而壓力爆煲，出現攻擊、匿埋、亂尿等等嘅行為。要特別留意，有啲貓仲會因為外貌歧視而排斥同自己毛色、品種唔同嘅新貓。另外，唔少原住貓甚至會將新貓當成新玩具咁，成日摸下撩下佢，睇落好似好親熱，但其實係試探同警告，主人要多加留意啊！最後有冇慢慢變成攻擊行為？沒有為貓提供足夠運動。同人類一樣，運動對貓其實同樣重要。人類嘅大腦會因為運動而保持健康，而對貓嚟講呢，運動最大嘅作用就係預防尿結石同膀胱炎。只要活動量充足，佢哋日後睇獸醫嘅機會同開支都會大大減少。要維持足夠嘅活動量，玩具固然有幫助，但真正關鍵嘅係垂直空間。就算你住嘅地方比較細，
都可以善用貓爬架、貓樹呢類向高空發展嘅家私，俾佢哋有地方攀爬、跳上跳落，保持日常活動啊！如果唔係，你隻貓好容易變成越嚟越懶，日頭就成日瞓，夜晚就喺度嘈，對玩具冇晒興趣啦，身體機能仲會加速退化。想避免呢啲情況，就要及早為佢打造一個適合嘅運動環境啊！不知道什麼是好的貓糧。簡單嚟講，最理想嘅貓糧應該係原料簡單，冇多餘成分，碳水盡量低，同時要配合足夠嘅水分攝取，最好接近天然肉類大約70%。但市面上好多貓糧包裝就寫得好聽啦，成分表就好多隱瞞。問題主要可以分成兩方面。唔少主人喺選購貓糧嘅時候，一見到包裝寫住高蛋白、無穀物、人用食品等級，就以為係靚糧，但其實包裝寫到幾有營養都冇用，唔係加晒豆，就係啲麵筋粉，根本唔係動物蛋白嚟。有啲仲會用人用食品等級做宣傳，但睇清楚成分先知，真正動物蛋白少得可憐，多數都係植物或者不明蛋白來源。所以千祈唔好俾包裝標語轉移你嘅視線啦。仲有唔少人以為無穀物就一定好啦，但好多無穀糧會用木薯、薯仔呢啲高碳水嘅植物嚟頂替，結果碳水仲高咗，搞到隻貓增肥咁，長期仲可能會有糖尿病。廠商就係睇死我哋，都唔會咁有心機睇晒成個成分表㗎啦。細估唔到，好多時當以為選擇買大品牌、有大廠背景，甚至仲會全球出口，就應該一定穩陣啦。點知誤導出咗事，上晒新聞，仔細睇清楚成分表先發現，入面好多原料其實好唔透明。所謂嘅動物副產品、衍生物，到底來源喺邊㗎？會唔會混入埋啲病肉、毒肉㗎？又有邊個敢拍心口，保證長期食都冇事？留意，大品牌唔代表一定好，好多時佢哋會為咗將成本壓低，用埋啲低質嘅原料，其實係好常見啊。出於好意，卻為食毒物。除咗揀啱貓糧之外，喺日常照顧入面，好多主人因為心急想對隻貓好，反而容易做錯判斷，例如俾佢食錯嘢，用錯藥，甚至會冇為意下，令到隻貓中毒。以下就係幾個生活中最常見，有可能會搞到好大鑊嘅情況。有主人為咗改善隻貓嘅毛髮，想佢滑順啲啦，就擅自跟風而自餵食咗過量嘅植物油，例如橄欖油、亞麻籽油，結果搞到隻貓出現脂漏性皮膚炎，仲要軟便。就算你只係試少量，都有案例顯示隻貓有機會短期內腸胃唔舒服㗎。有主人見到廣告講到有隻營養粉好暢銷咁，就買嚟幫屋企隻老貓補下身啦。點知原來冇睇清楚成分入面有含高量維他命 D， 結果搞到隻貓急性中毒要送院啊！要知道對貓嚟講，維他命 D 每日嘅安全上限只得400 IU， 多咗就等於即時中毒啦。有主人就因為唔小心，剛啱依頭搽完皮膚藥膏，轉頭又冇洗手就俾隻貓舔咗啦，搞到隻貓好快作嘔同肚痛，甚至有機會可能因為代謝唔到，分分鐘傷肝又傷腎啦。有主人收養咗隻街貓，就自己亂買咗平價貓狗通用嘅除虱產品，仲照包裝話可以大面積用喺貓身度，結果搞到隻貓急性中毒要送院啦。留意，貓對市面大部分嘅殺蟲劑都好敏感㗎，如果屋企俾另一隻貓舔到，又或者滴得太低，隻貓都可能自己舔返而中毒。最穩陣嘅做法係透過獸醫購買正規嘅除虱產品，特別係對幼貓、體質敏感，又或者本身有慢性病嘅貓。
最後再提醒大家，養貓千祈唔好淨係跟風，或者盲目相信某個廣告、專家或者網紅推介嘅產品，就唔去查清楚成分究竟啱唔啱自己隻貓㗎。記住，每隻貓嘅性格同體質都有唔同，唔好人做你又跟住做啊！咁樣好容易忽略咗你隻貓嘅真正需要，甚至因為錯誤嘅養貓方法，最後搞到佢出現長遠嘅健康或者心理問題啊！歡迎分享交流你嘅諗法同經歷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按讚同分享，多謝你睇到最後。